我们后期都在用的版本，叫做中宝本就是一个中宝的这个禅师重新再编过的。那么这个版本呢，资料就丰富很多。那么这个丰富的资料呢，其实我们知道说，一部分呢是后期禅宗在流传的过程中，因为从六祖到这个中宝本坛经出现的时候，是有一段蛮长的时间，里面禅宗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事情，然后有很多公案。那我们也知道说，六祖的弟子呢，在六祖坛经里面呢，他记录的那个传承有10个弟子比较主要的有10个弟子，但是我们发现到说，把禅法发扬光大的不是这几个，反而是后来2个不在坛经里面讲的，一个是南岳怀让，另外一个是青莲行师，不对，是另外青莲行师，对，就这2个，但是在坛经里面没有直接谈到他们，就可见这个传承后期呢，还有他们都是六祖比较后期的弟子，有些是比较早期的，所以有些在资料里面，有些没有在资料。可是呢，所有的人都知道它是贯通的然后在六祖圆寂或者是六祖生前，就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这个传说，甚至有提到说，六祖出家的那个寺院，还有六祖出家的那棵菩提树，都是100多年前一个从印度来的法师把它种下来，然后预言，所以这些呢都资料陆陆续续的加进来嘛，加进来。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弟子呢没有在六祖坛经里面的比较早期的版本的东西，他有一些弟子呢就有自己可能有记录，还有很多碑文。六祖圆寂了以后呢，有好多的人帮他写，就写那个碑文，还有呢写他的传记。所以这些资料陆陆续续呢，可能就被放到这个六祖坛经比较后期的版本里面去，内容非常的丰富。那有一些呢，当然是后代的弟子呢，他们自己的体会加进去，是不是完全符合这个六祖的意思呢？它的内容有一些是很接近，有一些可能是有一点点偏差，这些都有。所以后来也有一些人在读这个中宝本的六祖坛经的时候，他们也设法要找出说比较后期加进来的东西。但是现在有了敦煌本，你就比较明显的看到说加进来的，但是加进来的资料是不是跟六祖的思想是一致的呢？有一些是可以贯通，甚至有一些呢能够把六祖的思想讲得更清楚。这个跟佛经的结集一样最早期结集的都是短篇的经文，后来短篇的经文里面呢，它可能附加了一些东西，或者是讲经的人他背诵的过程里面会加一些资料，到后来可以记录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有时候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课讲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笔记。那以前呢，因为都是手抄本，那做笔记如果是别人在手抄的时候，说不定就把你的笔记也抄进去了。这些现象都算是文化传播的一个蛮明显的一些过程所以我们就看到后期的经文呢就越来越丰富，然后有一些呢就讲得越来越详细就是开始呢就笔记的记录，然后慢慢就加了一些资料重点呢是它的这个我们所谓它根本的意义在哪里，中心的思想在哪里，然后知道了这个中心思想，然后再从这个中心思想呢，我们说敷衍开去的，就是说它在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发展，或者是不同的一种传法那么这些呢，只要它能够回到中心的这个部分来，那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像我们现在在说法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像你们这边很多法师来讲，有时候讲经说法，有时候是讲的经典，讲经也有不同的方式，
像有些讲经呢，就根据这个经文一句一句的跟大家解释。那么经文解释的时候，有一种是消文，把这个文字呢消化了，然后有些是翻译，然后还有一些呢是敷衍，再把它的义理讲得更深一点，或者是讲得广一点。那么这资料从哪里来？有些又从以前的祖师讲过的东西，所以就它的内容呢就会丰富。还有呢，就是有时候是讲解的人自己本身的一种理解跟体验当他把自己的这个部分消化的部分再加进去的时候呢，可能就更多内容，或者是有一些呢，他就直接指出这个经文的最中心的部分那也有一些说法呢，像我比较常用的方式呢，就是经文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来念它，我到好几个讲了好几次的这个所谓经典导读，那学生请我去，朋友请我去讲，又对大众讲，他们听了越听越心惊胆跳。为什么呢？我在讲心经比如说12堂课，讲到10堂课了，还没有念到心经，他们说怎么讲呢？我讲那个金刚经大概20堂课，讲到第17、第18堂的时候，还没有讲到金刚经所以他们说讲得完吗？最后的1堂课讲完了。我的讲法呢是把里面有关的内容先整理一下尤其是心经，我把所有的名相都讲清楚了，然后最后1堂课呢不再讲名相了，直接把经文全部贯通起来。他们听完了，对啊，就听完了嘛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个部分只是1堂课这样子连起来的话，大概大家听不懂。那如果是一句一句来讲的话呢，也可以，但是有时候你就发现到说，经文它一句一句讲，因为每一句有很多名相，你在解释那个名相的时候呢，义理就没有通了。所以我的方式会比较有点不同。那么在讲这个六祖坛经的时候呢，我也没有用经文所以我这几堂课都是拿这个书，这个书做什么用呢？我重版用的不能讲的时候快点翻开来看一下你们不要吓到这本书这么厚，其实六祖坛经没有那么厚，非常薄的尤其是敦煌的版本。那为什么我拿这本书呢？这一本呢是印顺导师的华语集，印顺导师最早期结集的叫妙云集，所以人家都把它，甚至于说把它那个学派叫做妙云学派就近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体系。那么后来他住在有一段，他那个时候是因为住在妙云兰若，所以他结集的书叫妙云集。后来他住在华夷精舍，所以他结集的书叫做华夷集好像后来再编了一本叫我忘记了叫什么法光还是什么的其实反正跟他住的地方都有关系，因为他没有特别说提出一个说我是什么思想的人，我是什么派系的人，我是什么印顺派什么派，没有提所以说他们就这样子来就是学习他的东西那这个华语集呢，就是编了妙云集以外，他还出了几本非常重要的这个学术的著作，跟印度佛教都有关系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写了一本中国禅宗史。他这个中国禅宗史呢很重要，结果呢就让他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他小学都没毕业，后来日本的大学冲着哪一个学位要送给他，因为他写的那本书。那实际上呢，他的这个功力呢非常的深厚我们用这个字眼就有一点武侠的味道登峰造极。那他写这本中国禅宗史呢是这样，就敦煌版本被发现，
其实一直都在伦敦的图书馆那边躺着，没有什么人去理他。那我们有一个学者很出名的叫胡适，他常常胡说，因为他姓胡，所以他的言论叫胡说那么他对中国的文化有蛮多的研究。那现在的人当然知道说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蛮大，但是也有人持比较反面的角度，认为说他是对中国文化蛮大的破坏因为他都是提西学嘛，不太重视这个，但是他中学的底子非常的深的然后他在研究的时候呢，他写了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半部，就不能写下半部，因为写到下半部从隋唐开始，他非得写佛教不可，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非常不喜欢佛教，可能他对宗教有成见所以后来他都没有信仰他另外一些朋友有信仰，但是他都没有信仰，然后他对宗教有成见，所以他就写不下去，因为你进不了。那结果他发现到这个六祖坛经敦煌本的时候呢，他大喜若狂为什么呢？因为他终于抓到我们中国佛教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宗派的这个把柄，认为说中国佛教禅宗呢，其实并不是六祖传下来的，是神会传下来的。因为他也读了神会的语录，发现太相似了，所以他就马上做了很多研究。其实他是大胆假设，然后初心求证他自己讲小心，我们发现很多是初心，而且他学的是文献学，文献的资料有，他就认定是对的。那很多是文献消失了，刚好是相反的，所以他很多都是这样子。然后他就故意不断的，他就事先有一个结论，然后就不断的把这个论据呢往一个方向去，就是六祖坛经是神会写的，或者是至少是神会的思想，神会那个体系弄出来的，所以他就认为说神会呢是禅宗的急先锋因为他跑到这个不是北京那个时候不是北京是长安去争取六祖的地位，因为他自己本身要做七祖肯定了慧能是六祖的话，神会就是七祖，所以就他争到了所以里面很多思想是他的。那么这一下子这个是他的发现，因为学术上就是要发现他常常就发现这些，然后发现了以后就表达出来。那个学术的文字里面很充满了情绪，这样不太像学术论文因为把神会形容说什么急先锋什么，哪有学术这样子写的？你们写学术的人都知道嘛。那他就很情绪化的，那故意呢就是要怎么样，要反倒佛教就说你们讲六祖怎么样讲，其实六祖没什么，就是都是神会搞出来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他有点问题心理。那么很多那些法师还有一些学者不行了，这样子讲就把我们传统下来的那个什么结论，或者是大家认同公认的那个论点呢完全推翻，所以很多人受不了，就开始反驳他。那反驳他的时候也很情绪化的，甚至骂他说他什么什么又不懂什么一大堆这些话。那想这个应老师看不下去了，两边他都看不下去，连自己这边反驳的他也看不下去。他说不是这种方式的嘛，他是用学术，我们用学术反驳他。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资料，有关的资料全部好好的看过的过程里面发现无师是有新发现，但是呢很多论点是歪曲的他提出更多的论点。因为胡适不像应老对藏经那么熟悉，应老是读过好几遍藏经的。他们说他可以到什么程度，你讲一个东西出来，
提出一部论点，他就告诉你大圣章第几部在哪里，他背起来了。哦，他这个非常厉害，所以他找这些资料出来，找了以后呢，觉得要了解六祖坛经不是这样子了解的，一定要从达摩那个时候就开始，达摩祖师那边就一直要看下来，因为他有传承，你不能说他没有传承的啊，他一定有传承，然后后期的发展全部都把它贯通啊。那这个贯通的过程里面，他写了一篇文章，把胡适的论点全部都反驳了，那么回归六祖坛经是六祖的这个言论，是他的思想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写了一本《中国禅宗史》，所以这个老和尚真的太厉害了。他那篇论文是主要的，他的这个《中国禅宗史》那么厚的一本书是他的副产品。我们真的太佩服了他可以做到这样。结果呢，日本人一看到，哇，这个对这个中国禅宗史写出那么精辟的言论，帮他翻译的人不太赞同他的看法，帮他翻译的人也比较接近说六祖坛经是神会的东西，但是最后还是帮他翻译，他是学者，然后还帮他去拿了一个博士学位。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应老对六祖坛经的那个深度跟广度的了解。所以后来呢，他就把这个六祖坛经就敦煌本呢再校订过他用这样的一个背景来校订这本书，那太厉害了。所以校订了以后呢，他就把一些附加的或者是南方宗旨的或者是神会再加上去的一些句子呢，特别用比较粗的这个文字呢把它放进去。我们把那些它还是要保留它原本的版本，校订的时候呢，它会参考别的，因为有些字写错了或者是有些句子不通，参考别的版本来给它连贯起来，所以就做了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呢非常重要，其实蛮多这个学者也在做后来我有看到另外一个在中国也蛮出名的一个姓杨的一个学者也在做，但是呢发现说他们这些学者有很多很细微的部分没有看到，而且呢他们对佛教的那种我们内部的一些经典论点处理的方式可能还不太了解。所以应老呢他写这个是真的是可以让我们还原到六祖坛经原本的那个版本去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他对六祖的思想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有很深入的了解了以后，然后对其他的思想都有，因为他读过他们的资料然后呢就发现到有一些句子呢加上去是另外一个系统的思想的，那么可能有一些有点偏差的，他就把它提出来。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版本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说比较原始的这个六祖坛经的这个版本，所以我就用它这个版本呢来作为讲课的这个版本。但是呢我不会一句一句跟大家讲，因为一句一句跟大家讲的话呢就一方面是花时间，另外一方面呢它这个坛经的这个结构呢，它是讲它同一个思想它可能不是在同一段文字里面，因为这个坛经我们讲说它比较类似笔记的，可能六祖呢讲经的过程里面，他把它笔录下来的时候呢当作是一次的讲座，好像一次呢他讲完了，其实看起来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不同的时期讲的东西那就他们都把它笔记了，然后前后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介绍六祖的这个生平，然后后面的一个部分呢是介绍他的一些弟子在这个比较
传统的版本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印老呢，在校订的时候，他就把它做了适当的这个编辑啊，那么就编成上编和下编。下边呢就等于是附录的，因为讲到他的弟子的部分，啊，把它放成是下边。然后上边呢，从第1章跟第2章基本上都是讲经的因缘，跟在讲经的时候六祖给自己做的介绍。这个部分呢，在其他的版本加了很多这个资料。那么加的这些资料都非常的就是更把六祖呢让我们看到他更多的这个层面就是那么那些资料有一些都是从其他的资料呢把它收集了放进去的。那么比较早期的版本很简单，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几个故事在这个旧的、新的没有，就这个传统的比较旧的版本呢是没有的。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禅宗里面所谓的参话头。参话头参什么呢？就参本来面目那我们知道说公案里面呢有一个禅师或者是有一个法师，他的老师就丢一个话头给他，叫做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然后叫他去参了后来他有开悟了。那么这样的文字呢，本来在六祖里面没有，六祖坛经里面没有，但是比较后期的六祖坛经呢，就加了一个，他度这个慧明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不是善，不是恶，正在这个时候，你的本来面目是谁？这个呢，在这个版本里面没有。还有呢，就是风动、幡动，什么仁者心动也没有但是这些资料呢，在潮汐大师传里面有，还有他有时候在一些碑文什么资料里面都有，可是在比较早期的版本没有所以就是把六祖的这个我们对他的认知的层面放得更广有些呢就甚至还说。六祖本身呢，因为他是南方人，听说南方人个子比较小，好像说六祖个子很小然后他去到那边见到五祖讲的那些话大家也知道那些话都有，就送他到就把他说你到这个厨房去劳作，他就舂米。那么舂米的时候，因为个子小，身体轻，舂米很不方便，所以他就自己呢绑了一个石头。有他的腰石绑的那个石头，身体重量有了，比较容易舂米那这个也没有所以就是很多这些生活化的故事或者是一些我们把它当历史来看吧都有其他的版本或者是比较后期的版本，但是这些呢都无伤大雅，就是说他对整部经典呢也没有太，就是有我们多看一些故事，没有的话我们也觉得都还好多了解一下六祖他的那个生活的方式也有一些帮助然后这边呢就里面有一些句子那我们平时呢就是讲到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就是中宝本。但是这里呢，它第三句呢，它是佛性常清净，那个是完全空了，这个是清净的有，所以这些呢都有点的这个不同。那我在讲这个六祖坛经的时候呢，因为没有办法全部讲那即使是他们禅修，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然后甚至我在花果山的禅堂，今年他们结下安居也是打了21天的禅21。那禅21呢有都是出家众
有很多个他们来参加。那我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是第2周跟第3周讲，然后每天只上1堂课。那么前面的第1个礼拜呢，就是讲一般的。那么在法鼓山讲的呢，因为都是出家众，所以基本上很多有关的一些内容都比较熟悉了。那我那个时候讲的是佛教的一些中国佛教的一些概括那主要是要提出说，这个六祖坛经在整体佛教里面它为什么那么重要，而且呢，它对中国佛教有怎么样的一种类似我们也不能讲革命，因为革命这个句子太重了一点那种就是让中国佛教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转化的这个过程那我就先把中国佛教的一些思想或者是一些重点先提到，然后才慢慢就进入到中国禅的这个出现。